夜市战情室，我是节目主持人钱子，介绍今天的来宾。首先是新北市议员颜卫慈，主持人好，大家好；台北市议员张志豪，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尹乃金，大家好；立法委员李桂敏，大家好；台北市议员詹维元，大家好；资深媒体人董志森，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昨天下午3点04分，您也收到了这一则紧急国家级的警报吗？哦，昨天3点04分，我们就在这边录影。同样的，所有的来宾跟我都吓了一大跳，手机狂响哦。那当然，我是把它按成静音的，可是它一直不断的震动，想说，发生什么事？谁在 call 我？原来是国家在找我。为什么？这是中国大陆对岸发射卫星，结果我们把它搞成飞弹警报，虚惊一场。这是国家级的诈骗吗？我们来看看报道。9号下午，不少人都被手机警报吓一跳，点开一看，到底是什么警报呢？上头中文写着发射卫星，英文呢却是飞弹。最后国防部说是简讯英文未更新用字，不过这封警报引起大家讨论。Missile 就是飞弹，第二个单字就是刚刚大家在中文里面看到的那个字，英文叫做 satellite， 跟我那边 satellite。OK， 所以中文就是卫星。像是空中英语教室直接在脸书发布影片，教大家卫星飞弹的英文。而 Discovery 频道有科普小常识，表示太空碎片可能会在正常卫星发射时沿轨道飞行时等情况产生，马上就有人点赞认同。而国民党立委候选人罗智强转发网络梗图，芒果干飞越台湾上空，到底发射卫星的简讯该不该发？认同不认同的人统统都有。其实之前日韩也有类似情况。2023年5月，北韩间谍卫星发射失败，首尔地区上班时间发出避难警告的简讯，因为没有说明原因，当时陷入一团混乱。事后首尔市长出面道歉，但强调警报不是误发，只是工作人员反应过度。而在韩国，目前不论是飞弹、卫星还是火箭，警报讯息不会细说，而是以不明飞行物提醒大家。建物の中か地下街や地下にある駅などに避難するよう呼びかけています。同样在2022年11月，北韩试射飞弹，日本一度研判会飞越日本领空，立刻发布空袭警报。北陆新干线当时紧急停驶，后来证实虚惊一场。最后日本官方认为发布警报程序没有错。日本政府网站警报系统当中，一项14秒的声音是提醒飞弹发射。不过日韩发布警报之后会再发解除讯息，对比台湾少了这一项，难免让人质疑整个警报通知流程不完整。好，把卫星当作飞弹，这是英文太差还是故意的？是失误还是调缸的？现在这个时间点是选前哦，很敏感。昨天是选前4天，今天是选前倒数3天，时间点很敏感。我们看看国防部告诉我们的对岸的卫星轨迹啊，实际火箭飞行的航线是从四川西昌这个地方发射嘛，经过贵阳，它的残骸落区会在这边贵阳。然后另外呢，2个残骸落区会只有发生在中国大陆的领土，另外有穿越我们的领空所以他说这个发布这个 alert 是因为有进入我们的本岛的领空这是国防部最新的轨迹图公布。侯友宜说：“我当选保大家平安，国家警报是诈骗，小孩不上战场这是这个侯友宜他。”再一次的提出保证告诉大家不要惊慌。而另外呢，侯友宜也说了，到底是谁下令要发布，要求国防部你24小时之内应该要回应，是部长吗？还是总统呢？那这个跟介选有没有关系呢？国防部的回应是说，国防安全考量绝对没有受到政治的干扰。大家刚刚看到全民都在学英文然后这个空中英语教室各种英文老师也出来说 missile 跟这个 satellite。完全是不一样的意思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国家级警报会有英文上的误植呢？那国家现在告诉我们说，对我们有失误，可是警报是必须要给的我们先问问看，我们这个机长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昨天你第一时间看到这个或接到这个国家级警报，看今天他们的解释，你同意吗？是，其实我觉得我好像是边缘人的，因为我没有收到这个讯息，很奇怪。对，大家都收到，我就没收到。但是立刻你的国旗真的是中华民国？是中华民国，正港。你有手机吗？有在这里那外国人都收到了，对，就觉得奇怪。我助理马上跟我讲这个消息，可是我本身还真没有收到，不知道为什么我必须这样讲我们其实在过去的民航的时代我们也会发类似这种
民航通告，不管是我们的航线经过这个可能有飞弹发射，或者是火箭发射，或者是军演地区，它都会有这些通讯、这些警告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这个名词就非常的重要。我们昨天看到的简讯上面写的是 missile， 对不对？大家也都有认知的，这就是飞弹的意思。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了哈，它就完全不是一个飞弹。为什么说它是飞弹？我必须这样讲，如果你真的要描述这个事情，它的严格来讲，它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说，中共发射了一枚火箭，上面带着所谓的人造卫星，需要把这个人造卫星送上太空，这样就对了。那如果你要用火箭，火箭也是 rocket 啊。它也不是 missile 啊，到底为什么会用 missile 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难不让人家想到你这到底有没有政治的考量。好，那后续它有一些说法，他就说这个什么，甚至有一些地方讲说什么类似抛物线这样的飞行，就算是这个 missile。那我们丢个垒球，要不要说我们把飞弹丢出去了，把 missile 丢出去了？它也是抛物线嘛。其实，在追踪上面，的确在一些军用雷达上面，他们会把一个抛物线飞行的东西当作是一个。算是示警危险物，可是不是每一个抛物线飞行的东西，它都具有危险性。那我个人觉得，尤其是国防方面，你要发布任何讯息，必须是非常非常精准的，否则会造成两种现象：一种是大家都被你吓到了，这在选前，我觉得不再怎么讲我觉得执政党也有责任啊！你在选前丢出这样一个讯息，然后让大家害怕了，我觉得这有没有介选的可能？这个不是中共介选这是你们自己在介选。第二个，放羊的孩子。如果你今天这种简讯随便就发布了，然后发布的也不清不楚，然后造成大家下次如果再发布，大家手机哔哔哔，没人理他，哎呀，骗人的啦，这随便乱发的，这会造成什么样非常严重的后果？我觉得大家自己心里面都已经非常清楚，不相信了。真的飞弹来了，真的攻击来，大家觉得说好像反正国家都嘛随便发布，就没事，我不相信，已经没有信任感了。我觉得这个在国防讯息发布上面一定要非常非常非常的慎重。大家知道现在台湾有很多的外国媒体在，因为他们要观察还有报道这一次的总统大选。这些外国人有一些人看得懂中文，可是很多人看不懂中文。当他们的手机响起了这个国家级的警报，你知道他们多慌张吗？哔哔哔哔哔哔乱响，然后他只看英文的话，他真的会吓死了，就地要找掩护了。Air raid alert 这个空袭警报，missile fly over Taiwan airspace, be aware，已经有飞弹飞越台湾上空了，大家要小心啊！大家要小心。他在想说，他要不要放下手上的事情，赶快找地方掩护。他们其实很惊慌的，对，的确是这样子。因为我昨天呢在收到，其实不止一次了，哈，大家可以看到，但后面的时候用语有改掉，对不对？它的第一则跟后面的那个它是有改掉。可是呢，我昨天在收到的时候，我同时呢也收到很多外籍人士的这个LINE 的讯息，然后问我说怎么办？你们这个到底是应该要怎么样处理？那这个外籍的人士当然就包括就是说像员工啊，或者是像这个学生啊，外籍的学生也在台湾，那他们都非常非常的惊恐，所以昨天呢这件事情呢，事实上是全球皆知了。那也同时呢，也让全球都知道，就看到这个我们中华民国的会有这么荒唐的这个事情的演出。那我们回到这个整个事件的荒唐的部分，第一个呢，我们讲说执政党他是不是故意的？大家会觉得说，你就是因为选举只剩下2天，你始终打出抗中保台，你始终都是无往不利，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呢，再把这个东西爆出来，然后这个是第一点。好，我们就讲说，就算他不是故意，这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重大的过失？有啊，就像刚才的这个赵讲的，你不懂英文吗？你有这么多的外籍的人士在台湾，然后前面中文的部分呢，其实也是跟这个英文部分其实也是不一致啦。还有什么飞越南啊，什么飞越南部上空，很多人以为是飞越越南，那是第二个。我记得第一个我看到的时候呢，它是飞越，它那个布少掉了，就是越南，好，所以它不只是一个出来。那这个呢，其实也让全球呢都知道，就是说，居然会有这样的情形。我们连究竟它是卫星还是飞弹，我们都搞不清楚。那与此同时，你知道，大家除了刚才那个赵提到的部分呢，这样大家可以想见的是什么？大家可以想见的不仅是放羊的小孩而已，我们最担心的是，如果军方的有任何误判，任何的人员他误判的一个情况之下，然后他采取了这个第一级，因为我记得我在立法院里面质询国防部部长的时候，我说这个所谓的第一级，他说第一级的部分是授权的，所以如果有军事的人员在看到昨天那个讯息，或者是被误导的情况之下，有做出任何的一个动作的时候，那这个对我们造成了一个严重的一个惩
程度呢是非常难以言喻的。可是我们另外从一个角度上面来看的时候，你看到说外国只是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笑话吗？不是哦。我记得哈，就是在今天，应该是今天还是昨天的时候，不是就是日本的这个自民党的他的这个党魁，他不是也就有他也有提出来，他就提到就是说，他在讲自民党该怎么样改革的时候，他与此同时讲了说，日侨要撤侨的话，日本要做什么样的准备？所以简单来讲，这件事情从国内的角度来讲，它影响了以后民众的判断，而且它导致了误判的危险之外，对国际上面来讲，国际也会认为说，如果你的国防部、你的专业的这个部署的部分呢，是荒唐到这样的程度的话，那它有可能把台湾，即便本来不危险，可它导向危险。所以呢，我必须要考虑到我日侨的安全性，所以我要开始做这个准备的动作。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大家记不记得那个讯息又出来了？我们看到说，国际的组织上面有讲说，如果两岸之间发生这个风暴的一个战乱的一个情况之下，它的影响造成的影响可比俄乌战争，可比以巴战争，它影响全球的是10兆美元啊。那对于台湾的部分呢，它的经济的影响呢，会 GDP 减少40%。所以你从这些林林总总的情况来看，为什么在以前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呢，我们有防空演习，有防空警报，在那个情况之下，就是说你有预说，我今天这个 SOP 应该要怎么样做？如果你今天政府真的把民众的安危放一回事的话，你好歹你会有一个 SOP。你难道你今天发一个空袭警报的时候，你的用语是临时才打的吗？不应该吧？你应该各类的用语已经都有了。这应该是一个模组啊，因为之前他们有测试过，真正的万一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他把这个模组给套上去，应该是这样子啊。来，委员，这个昨天这个事情到底是中共介选还是中央介选哦？这中央当然是指民进党政府中央哦。怎么讲哦？他这整个警报整个发生之后，每个民众心都非常恐慌嘛。然后民进党告诉大家，我原本觉得其实要不是国防部这英文出现失误的话，民进党可能跟大家讲什么？虽然是火箭搭载卫星，但是哪知道下一次火箭搭载是什么东西，甚至是不是直接飞弹过来？类似的这样恐慌牌，其实完全可以透过昨天的简讯随之而激起所谓这种威胁感。但刚好因为这个英文错了，国防部第一时间跳出来道歉说：“我英文写错了。”那民进党朋友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因为这个卫星它会有这个吊载的卸落的物品，可能会砸到所谓的台湾的本土上面，所以必须透过这个警报去警告大家。首先，国家级警报是什么？我们地震的时候、土石流手或真的飞弹来很紧急的时候。那请问昨天每个民众看完这个时候，卫星然后发国家级警报用意是什么？每个人心中都是一个大的问号。然后这样大的问号下去之后，其实你说接下来他说担心所谓的掉落物的话，那我们刚刚看到韩国跟日本，韩国怎么做？韩国是马上有这个所谓空袭警报，那日本呢新闻台马上就有跑马灯或新闻的主播马上就有跟大家讲，我们民进党政府不是发完这2个警报之后，所有人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没有人知道我们下一步干嘛，我们该躲起来吗？还是我们该躲避这掉落物呢？还是我们要做什么东西？没有人知道。那请问这真的严重吗？那一开始其实民进党政府就已经掌握了是卫星，不是飞弹，它的中文就很明确的把威胁性下降，所以大家看到新闻媒体第一时间蔡英文回答说，大家不要紧张，是卫星。既然我们不要紧张是卫星的话，你发国家级警报的用意到底是什么东西？当然就是去挑拨所谓民众的一个这样子危机意识。而且国家级警报，昨天王宏威委员又跳出来讲说，总共国家级警报有23种情况可以发布，但没有任何一种情况在卫星。其实我们质疑的是不是双标啊？还记得过去我们知道日本有发布了一个讯息哦，我们知道中共飞弹曾经有飞越过台湾，去年8月吧，裴洛西来台的那个时候你没有发警报，而对岸发射卫星你发警报，这个依据到底是什么？我们先进一下广告。我们的国防部发布空袭警报，到底是要吓唬谁？尤其是英文的字眼非常的耸动，所以昨天呢，其实口译哥赵怡翔
也被吓坏了，因为他正在开记者会，都是国际的这个媒体在现场，大家接到警报，第一时间当然全部通通去求救。赵怡翔说：“怎么会有这个 Air Raid？” 空袭警报，空袭警报真的阿共打过来了吗？中国打过来了吗？所以这个口译哥说，是不是能够请国防部啊，在发讯息之前，请英文好一点的人来检查一下？可是恐怕不是英文好或不好这么简单哦。尽管这个事情发生了没有多久，我们就看到白宫白宫就说了，台湾选前中国天天有动作，到底对岸想干什么？一下子是空飘气球，一下子是发射卫星。美联社、BBC 等外媒也非常关注，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国家要警告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情况。总共他们是名列了23种情况才会发布国家级警报，包括台风、地震、海啸水库放水啊防空警报，这个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最接近的防空警报，飞弹空袭卫星不在上面啊。23个这个状况里头没有卫星发射这件事情啊，所以你看到呢，是不是别有居心呢？是不是别有居心？那林俊宪委员他的意思他发文，他的意思是说，中国射卫星，台湾发警报是必要的，因为对岸有能力发射上去，却没有能力处理危机。他的意思是，常常有一些残骸会落下来，所以呢，我们发布这个警告是要告诉大家要小心，会有火箭残骸掉下来。那到底有没有政治企图呢？总统府今天发布了一个这个新闻，他说国安团队研判，排除政治企图那我们看到呢，为什么还要继续讨论这件事情呢？那是第一时间我们看到蔡总统的反应，还有赖副总统的反应，有一点点让大家有一些想象的空间。我们来看看。赖清德的车队这么刚好就经过民众高挂的布条，票投民进党，台湾变战场。事实上，前一天就有民众沿着赖清德彰化车扫路线挂这样的布条，难道是因为这原因？国防部一方面基于人民有知的权利，公布这一个讯息，让民众不要误解。同时呢，如果有发现到残骸的话，可以交给相关的单位。这是应该做的做法。我们也希望未来国防部能够持续往这个方向来加强。赶紧缓夹，因为中国大陆发射卫星，国家级警报狂响，但蓝营就批怎么过去7次都没有，选前难道又是芒果干来了？请教乃金，这个其实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它既不是蔡英文它也不是说这个一个乌龙简讯呢可以来做这个解释的第一个，发出这个空袭警报的这个单位呢是空军作战指挥部的指挥官他是黄志伟中将。你今天呢发出了这样子的一个讯息，为什么会明明中文是卫星，为什么这个英文会是火箭，就是会是飞弹？就是因为呢，在我们23种国家警报里面呢，没有发射卫星要发布这个国家警报的。然后呢，他们就在这个决策的这个时间的时候呢，这么快的做出这个决定，那他当然就是用这个罐头简讯，所以说不是什么蔡英文，也不是什么，而是蓄意为之。我觉得军方呢，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呢，来去自毁这个军方呢应该中立的立场，是非常非常非常值得要去追究的我们在这个选举的过程之中呢，我们已经看到了司法介入，看到了行政的系统的这个介入，然后现在呢，军方呢在之前的时候呢，透过就是发布什么中共的有这个气球啦，飞越到台湾的这个领空。这个过去这个中共的气球呢，也到台湾的领空从来也没看他们发布就在这种时间点上的时候，就是故意制造这种灰色地带然后呢，中共介选的这样子的一个行径。我觉得这样子的这个行径呢，已经足够呢，让这个国防部呢被质疑说在这次大选中的角色了。更何况昨天发出这样子的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警报。这位这个黄志伟中将，他怎么做出来的这样的决定？他不是我们今天一个志愿役的一个小兵，我今天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讯息之后呢，我觉得很严重。他这个发射的这个卫星，它可能会有什么残骸掉落什么之类的，他就可以触动警报的，不是他是空军作战指挥，他是空军作战指挥部的指挥官他是黄志伟中将
你今天发布这个国家级警报的这个讯息，你是独断独行吗？你都不用去报给这个执勤的副参谋总长吗？你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说呢，真的是如像他们所说的，你今天呢，它是因为有这个残骸啊会掉落啊，会要提醒大家注意的话，那我们的指挥系统怎么都在状况外呢？你蔡英文怎么在状况外呢？你赖清德怎么在状况外呢？你陈建仁怎么在状况外呢？你们在第一时间的时候接到这个讯息的时候，蔡英文人在高雄的一个老人的一个中心嘛，对不对？他不知道这个讯息，他是看了这个陈其迈的那个手表，他手表上面智慧型手表，就手表上面这个讯息然后呢？又这边继续操作说啊，不要怕哈，因为总统呢和你们在一起，而且他又继续讲哦，他说我们这个隔壁的邻居呢，常有这个军事恫吓或灰色领域的作为啊，但任何人呢都不能改变，都不能用武力啦，改变台海现状啦。然后然后赖清德就说啊，因为大陆这个发射的很糟糕啊，那个卫星的技术很糟糕，会射偏，可能会有残骸啊掉落在那边。你不觉得我们指挥系统出了很大的问题吗？他是一个三军统帅，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备位元首。如果说今天真的有这个飞弹，真的有飞弹要来打到台湾来了，你第一时间应该把这个总统拿到，赶快把他撤到这个高雄的什么样的区域？安全的地方，要避难吧。今天呢，大陆呢，如果真的是要发射这个飞弹，我们透过我们的这个雷达的这个系统侦测到它这个发射飞弹，我们的反应的时间可能非常非常的短啊。然后呢，它可能比如说在这个福建的这个沿海这边，它距离台湾只有这个400公里左右，你有没有能力来去这个反应？那我们的总统跟我们的副总统的这个生命安全不重要吗？然后呢，就是还是要硬凹，要一直硬凹说。这个其实呢，只是呢，这个英文不好哈，然后呢，到后来呢，还要再硬凹说是因为有这个残骸可能会这个击落，大家忘了吗？在上一次的时候呢，就是刚才这个前子提到的，在这个飞弹围台军演，裴洛西来了之后呢，这个围台军演的时候，苏紫云这个民进党呢奉为这个在军事方面的专家的这个苏紫云，明明白白的告诉大家。就说这个超越了我们叫做卡门线嘛，100这个公里以外的这个外太空的这个部分呢，它就不叫做领空，然后呢，所以呢，它这个飞弹，它这个卫星很高它那个火箭的那掉落也很高那为什么它会有这个飞越领空的这个疑虑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我们整个这个民进党政府不要操作这个选举操作到呢，让我们的国军呢就是贻笑国际。是他们在西昌这个发射这个卫星，他们的这个他们的成功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它就算有什么火箭的残骸，也不会掉落到我们这边来啊。而且呢，这个国际的很多的这个专家。他们昨天呢，在去追踪它的那个轨迹的时候，就跟我们公布的差了108000里。然后我们今天呢，还要这个国防部呢，在这个解释这个事情的时候，还要把美国的这个军方啦什么的，通通包含在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严重的，让我们的这国军呢，情侦系统任何的系统呢，贻笑国际，这个是一件很恶劣的事情。来，议员。我这边先做这个3个层次的这个回应跟说明了哈。当然，第一时间呢，总统府就有出来公开说明说，国安团队研判可以排除这个政治因素跟政治干扰。那当然，国防部这个英文就是写错，这个写错了，确实就是该检讨。你这个导弹跟这个卫星。其实就是英文上面你要发出来的讯息就是要是准确的，它是套在这个模组嘛？因为我们发现23种情况里头有一个是防空警报飞弹空袭，它是套在这个模组里面。是啊，所以我要没有，可是卫星应该不需要发布国家级警告，没有错。所以我要说，第一个层次是说，第一时间要赶快出来说明第一个没有政治干扰，第二个。该认错就认错，英文写错就要写错，是英文写错还是误罚？那第二个层次我们要来看，就是说，那我们对于这国家级警报
发布的标准是什么？确实，我们从2016年我们就有这个灾防告的这个警示系统。那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民众在4到10秒之内，从这个相关的国防，好，它总共有23类了哈，从这个疏散避难啊、电力中断啊、爆炸等等，甚至到土石流、台风，大家常常比较收到的。卫星没有在这里面啊。是，那我们有看到，就是说，它这一次发布的这个国家级的警报，它是列在防空警报（括号飞弹空袭）这个类别。对。那我要跟大家说明是，在这个类别当中，它其实是有五个形态。里面确实是没有这个卫星这件事情，但是刚才这个志豪也有说到，因为它这一次中国发射这个卫星，它原本的轨道其实是没有飞越台湾，所以是在我们的雷达上面展现，它确实它会自动的列入这个防空警报这个类别当中。那所以也因此它在自动发送的时候，有可能它就会这样子误植。但我要说，确实，我们这样子发布的标准以及相关的作业，确实是可以再检视、可以再检讨。但我要说，确实我们在这个相关的卫星，如果我们是没有中共是没有事先告知的情况之下，他有公布卫星，但是如果它的轨道，这个是公开资讯，如果它的轨道，如果它的轨道原本有跟原本之前告诉的不一样，那我也相信，不只是台湾，甚至国际社会上面也有知的权利。那我第3个层次要说，无论是这个国防警报，还是一般我们大家常常收到对于地震啊等等这种紧急灾难的这样子的收到我们这样 alert 我们这个简讯，我必须要说，大家真的要审慎看待。要小心。审慎看待意思是说，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家里都有装助警器，我就很常就是因为我就是不要忽视，没有我煮东西超回答了，它会响，它会响代表它有作用，它有功能。那这个功能是说，像我们就算一般地震到了一定的级别，它发送了这样的警报，我们希望全民是重视这样的警报。全民要来重视，可是你们现在的做法是让我们会忽视它，因为是狼来了。刚才大家已经讲了，我简单请教研议员一件事情了哈，好吧，就算他真的是发射卫星，然后有残骸，请问，那你告诉我，我要躲到哪里去？我们当然会希望是说，首先，我们趁这个机会，我们再一次来检视这样子的发送的标准，因为确实现在我们议员，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因为我们时间到了，进一下广告，谢谢。